相信喺好多人眼中，倉庫係一個好文青嘅地方。倉庫亦都係一個有嚴謹建築設計美學嘅一個地方。你望下啲白色嘅牆身、黑色嘅瓦片、對稱嘅河道等等。佢位於倉敷美觀地區嘅入口位置，係由江戶時代嘅富龍舊東大橋家住宅整修而成嘅免費文化交流同埋展示設施。佢嘅角色唔係傳統嘅博物館，而係更加似一座俾倉敷自己講故事嘅地方。但係喺我眼中，佢係一個由江戶時代完整保留到而家嘅一個商業地區，包括係呢度嘅運河啦、倉庫啦、屋敷啦、石橋啦，以至係柳樹等等。佢係一個一路運作緊、一路生活緊嘅一個商業化嘅城市。倉敷嘅美觀地區有一種不隨波逐流嘅秩序，白牆上嘅橫豎線條唔單止係建築防潮嘅工藝，更加係一種審美嘅潔癖。漫步喺運河邊，你會感受到嗰種平靜，係建立喺對細節極度挑剔嘅基礎之上。我建議大家唔好淨係拍啲大景，要去拍嗰啲黑色嘅瓦片、白色牆身交接嘅直角。嗰種切換嘅乾淨利落，就係呢一座城市最迷人嘅質感。呢一啲嘅白壁嘅倉庫，其實係當其時倉敷商人嘅金庫辦公室。其實佢哋係住喺東邊嘅住宅區，呢度係佢哋返工進行生意貿易嘅地方。佢可以話係一個由富商巨賈用財富同埋品味塑造出嚟嘅城市，但並唔係有錢人炫富嘅後花園。呢啲唔係隨意保留落嚟嘅歷史，而係當其時好有錢嘅倉敷嘅商人，佢哋用一個最克制、最有秩序嘅方式去呈現佢哋優雅嘅炫富嘅手法。倉敷嘅呢一啲白色嘅牆身喺陽光照耀之下，就好似一個靜止嘅時間咁。佢同過去嘅歷史有住一個聯繫。倉敷文藝館，佢係日本第2座文藝館，館舍由江戶時代後期嘅米倉改建而成，本身就係一件文藝品，為實用而生，因歲月而美。倉敷文藝館嘅精神並唔係懷舊，
而係對當代嘅回應。佢試圖回答一個現代嘅問題，就係喺高度工業化同埋大量生產嘅社會入邊，我哋仲點樣用美嚟到生活呢？館方至今仍然強調，唔係要你回到過去，而係將手工嘅眼光帶返嚟現在嘅日常。我嚟到文藝館範圍嘅主要目的，其實係要透過一間餐廳、一次午餐嚟到體驗真正嘅日本文藝。魂並唔係炫耀技術型嘅料理，而係將倉敷等於文藝之城翻譯成一餐日本嘅料理。呢間魂佢最大嘅特色係文藝、民間藝術兩個字。所謂嘅民間藝術，佢注重嘅地方係佢哋嘅器皿，由佢嘅筷子座到毛巾墊開始，以至所有嘅前菜碟之後上菜嘅所有碗碗碟碟，每一件都唔同，每個客用嘅都唔同。所以呢度簡單講，佢將料理、器皿、空間結合埋一齊，俾你一個好特別嘅用餐體驗。佢講緊嘅唔係一啲藝術，而係你日常生活中用得越嚟越有味道嘅一啲器皿。店長市長謙三由東京返到出生地倉敷之後，用瀨戶內海嘅海鮮、山陰地區嘅野味同埋野生嘅蔬菜，仲有當地嘅蔬菜等等，然後再用昆布高湯為主要嘅烹飪靈感嚟到創作料理。哇！呢塊壁布板都幾抵死喎，又用翻個古時嘅方式嚟到去呈現翻而家嘅古時預測。呢個油桶呢係新做，但係用翻古時嘅設計，咁啊配合翻而家呢個倉敷嘅景觀。倉敷除咗係大家熟悉嘅文青地區之外，其實仲有好多值得去玩、被忽略咗嘅地方。就等我帶大家穿越一條時光隧道，去到發掘倉敷嘅女世界。想睇清楚一座城市嘅底氣，你要向高處行。通過幾段嘅石階之後，將會帶大家去到一座寧靜嘅神社。呢一座位於美觀地區後面嘅丘陵上嘅神社，係美觀地區最重要嘅神社。
阿茲神社嘅石燈同埋本殿喺我眼中係倉庫最隱世嘅世界，唔係熱鬧嘅參拜，而係時光嘅寧靜判斷，令到每一步都慢落嚟。鶴形山鐘樓、鶴形山隧道，仲有觀龍寺，突然間令我意識到倉庫嘅自寫、現代嘅工程同生活文化喺鶴形山呢個咁細嘅地形上面，竟然被濃縮為一幅立體嘅歷史縮圖。觀龍寺創建於西元985年，係倉庫最古老嘅寺院之一。曾經數度遷移，江戶時代兩度燒毀又重建，仲喺幕末嘅倉庫淺尾騷動入邊留低咗槍傷嘅痕跡。佢係呢一片小幽靈上面最莊重同埋歷史感最強嘅存在。倉庫喺江戶時代嘅時候呢，係屬於天領嘅地區，即係話由德川幕府委派官員直接嚟管理，所以咧佢嘅商業限制係比較少嘅。再加上喺土地開發之後咧，發覺土地入邊嘅鹽分相對係比較高，所以適合種棉花。又咁啱咧，喺江戶時代中後期開始咧，棉花成為咗一種高價嘅商品，所以你可以想象喺呢度咁多條件之下，倉庫嘅商人係幾咁有錢呢？隧道就開喺觀龍寺嘅下面，喺佢旁邊嘅樓梯就可以直接行上去寺院。古寺在上，近代嘅隧道在下，營造出一種強烈嘅時代衝突感。今時今日，我哋可以見到咁完整保留落嚟嘅倉庫，除咗因為佢避開咗好多天災同戰亂之外咧，更加有賴政府喺1960年代開始咧係實施保護嘅法例，令到我哋今時今日可以見到一個咁靚嘅倉庫。我要再強調，大家可以喺今日見到咁完整嘅倉庫，喺日本都係好珍貴、好罕有嘅。到咗傍晚，倉庫嘅氣氛會明顯改變。日頭嘅倉庫美觀地區係遊客影相、聲音交織嘅舞台，傍晚開始就係倉庫將聲音收細嘅時候。天色由亮白轉為淡金，然後漸漸染上一啲藍灰。白壁嘅倉屋唔再反光，轉為柔和溫潤嘅色調。呢個時候行喺河畔就會感覺到一件事。
傍晚嘅商店街好安靜，情侶慢慢行，喺當地嘅居民玩住細嘅袋返屋企。偶然有遊客停低落嚟睇窗入邊嘅陶器或者染布，文青仍然悠閒咁行喺迷人嘅內街，腳步聲比說話聲仲要清楚。呢個係傍晚倉庫最迷人嘅地方。傍晚最適合做嘅3件事：揾一間燈光比較暗嘅咖啡坐低，唔使追網紅店，只要店入邊人唔多，睇到條街，喺呢度你會覺得時間變得慢係合理嘅。Yamahu Cafe Stand 嘅前身係一間明治時代創業、經營咗100年以上嘅魚餅老鋪。呢間老鋪喺2015年因為家族嘅因素結束營業。呢度嘅空間並冇推倒重來，而係被第3代嘅兒子重新賦予用途，轉化為而家嘅咖啡店。個店名 Yamahu 就係繼承原本店嘅羅馬字寫法，唔係重新命名，而係延續。點解叫做 Coffee Stand？ 係因為佢專注喺 Espresso 系列同埋咖啡嘅本身。鋪入邊嘅空間比較細，淨係得2張長凳，大部分人都會選擇外賣，一邊行一邊飲。呢一種設定嚟自店主喺澳洲生活時候接觸嘅咖啡文化。咖啡唔係坐喺度嘅儀式，而係移動中嘅 partner。亦因為咁，佢同倉庫散步城市嘅節奏非常之合拍。傍晚最適合做嘅3件事：唔影相，慢慢行一陣，收起你嘅相機，好好睇下鋪頭入邊嘅陶器同埋染布。傍晚最適合做嘅3件事：由商店街慢慢行返去河邊。天色再黑啲，返到倉庫村畔，你會發現屋入邊嘅燈已經開着咗，白牆變成剪影，成條街都被浪漫嘅氣氛包圍。估唔到願意喺呢個時間留低嘅我，仲可以喺亞智神社南寮居嘅位置，成為呢班高中生嘅應援團。如果你都好似我一樣唔捨得離開，想將夜晚嘅倉庫美觀地區都收入回憶嘅話，不妨考慮食埋個晚餐。胡納吉他嘅源頭並唔喺岡山，而係嚟自熊本縣嘅山麓市。佢以傳承超過100年嘅鰻魚醬汁聞名。餐廳嘅面積比想象中大，空間寬敞，整體好乾淨，好現代化。我承認，之所以會揀呢一間嚟自熊本嘅百年鰻魚老鋪，單純係因為嗰個竹蒸籠嘅鰻魚同埋蟹飯，仲有更加重要嘅係可以同時配搭岡山特產嘅地啤獨步。佢其實係德國風格嘅克拉格。
出自江山老字號酒莊工廈酒造，有烘焙麥芽嘅香醇，微微嘅焦糖感，苦味比較低，甜味克制，埋尾乾淨，唔刺口。入夜之後嘅倉庫村，水面沉靜到好似古堡入邊嘅巨型鏡面。白壁同丁屋被柔黃嘅街燈重新描繪，好似時代喺呢度放慢咗腳步。微風吹過嘅時候，仿佛可以聽見百年前商人往來嘅聲音。美觀地區嘅港龍喺夜晚變得格外柔軟。如果日頭嘅倉庫係古色風雅嘅舞台，咁夜晚嘅倉庫就係舞台落幕之後嘅側影，更加真實，更加沉靜，亦都更加令人着迷。多謝你收睇萬花筒世界，我哋下一集廣島見。